为啥要说它白纸啊？白纸能有什么攻击力啊？对呀、为啥要说它白纸啊？2年前的11月26号，南京传媒学院的一名女生手举白纸，后来呢，引发了一场校园的不合作运动。紧接着，这场运动就从南京传媒学院传导到了上海，传导到了北京，传导到了全国各地，并最终呢，导致动态清零政策走进历史。2年过去了，11月26号这个日子已经变成了白纸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日期。就在昨天，全球各地的华人呢，纷纷走上街头以各种形式来纪念白纸运动2周年。And Chinese freedom is 自由。自由。On the count of 3, 1, 2, 3. 自由。自由。自由。我看到美国的这个行动规模还挺大的，很多人上街去游行澳洲、新西兰，包括欧洲英国的这些华人呢，甚至把展览办到了英国的议会里In China, no one explained what the blank paper meant, but nobody needed to. Everyone stood together. PRC responded this with brutal efficiency. Police violently took protesters off the street, forced them into the bus they prepared to arrest them. In the end, countless number of buses were sent away. However, they couldn't stop the spark that had been lit, not just in China, but in all of us who see what happened and refuse to forget. For those of us who are here, we have a duty to tell these stories, to make sure these voices aren't forgotten, and to keep standing up for the demands that haven't been met. 从昨天到今天，我看到比较有想法的一个纪念活动呢，是欧洲的几个华人青年，他们做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名字叫做《乌鲁木齐中路在哪里》。这个视频呢拍的挺有行为艺术的那种感觉的让人想起来2年前上海的白纸运动许多年轻人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警察为了防止这些年轻人的聚集第二天的时候就悄悄地把这个路牌拆了下来，给挪走了。所以这些年轻人的这个举动让人不禁回想起2年前的这个瞬间。乌鲁木齐中路到底在哪里？其实这个问题不光是问我们，也是问那些当权者。你以为当时那些年轻人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是因为这块路牌吗？并不是。实际上他们是因为内心的伤痛才聚集在了一起。你可以把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拆掉，但是你没有办法拆掉他们内心的苦难和这种伤痛。柚子，我送你一句话，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土生土长的上海的市民，我告诉你，上海不需要你们这样的人。刚才这家店门口那么繁华、那么和谐、那么温馨的一个画面，这才是真正的上海。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上海。上海就是这样的，上海不需要你们，回家吧。OK。谎言要尊严，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奴才要公民，不要奴才要公民。
从昨天到今天啊，我们节目组一直在讨论啊，白纸运动2周年了，我们该不该做节目啊？后来讨论来讨论去，我们决定做。不但要做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结束之后呢，还会做一场直播，也希望啊，我们自己王局拍案的观众啊，跟我们一起啊来分享自己在疫情期间的种种苦难的经历，也包括白纸运动过程中啊各位见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故事啊。直播之前啊，我还是讲一讲啊，我对白纸运动2周年的一些自己的感想和观点啊。这2天啊，我也看到网上的一些评论啊，很多人给白纸运动呢赋予了非常高的价值和意义啊，都认为它是中国新的反对运动的起点。然后呢，也在讲，随着中国这种经济的下行、百业的凋敝，类似于白纸运动的这样的活动啊，很有可能在中国会此起彼伏，会星火燎原。那关于这个观点啊，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啊，这种估计啊太过乐观了。我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啊，类似于白纸运动的这样的一种不合作的运动啊，可能很难再出现了。首先这里头啊，我们来定义一下什么叫白纸运动。其实白纸运动啊有2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呢，是因为当时啊疫情风控啊这个动态清零的政策，老百姓都受不了了，所以聚集在一起表达自己的不满，表达自己啊对这个运动的这种无声的抗议，这是一层含义啊。另外一层含义，白纸运动之所以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是因为白纸运动里头有政治诉求。大家可以看一下上海的白纸运动里头讲到了宪法，讲到了言论自由，讲到了终身制，甚至讲到了习近平。北京的白纸运动也是如此啊。太多需要记住的东西了，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拒绝接受官方塑造的正确的集体记忆，不做人民，做自己。甚至人讲到了8964，讲到了疫情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正确的政治正确的那个叙述，我们民间的叙述跟他们之间的不一致。就是白纸运动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由一场普通的群众的群体性运动转变成了一个拥有政治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群众运动。这个呢是自89年以后啊，应该说从来没有过的。89年之后啊，随着经济的下行，群体性事件其实并不鲜见，但是群体性事件中间有政治表达诉求，并且大家聚集在一起进行政治表达诉求的这种行为啊，是几乎没有过的。所以白纸运动它之所以特殊，是特殊在这2点。我为什么认为白纸运动在未来若干年都不太可能再出现呢？大家来听我分析一下啊。我过去在节目里头也讲过，白纸运动之所以能够在2年前啊，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啊，有2个非常重要的背景。第一个背景啊，大家都能理解，就是动态清零政策当时在国内啊已经持续了将近1年，在许多地方呢，实际上已经近乎于变态，造成了很多人间惨剧，贵州的大巴，然后宁夏的那个死亡的孩子，包括乌鲁木齐最终的大火，富士康的那样的一个聚集事件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这些人间的惨剧啊，最终导致普通的人难以忍受了。你想一想，乌鲁木齐这个地方是少数民族聚集区，是自治区嘛？那过去这些地方都是网格化管理，是管理最严的这些地方。但是为什么后来是乌鲁木齐的市民率先走出家门，手举红旗走到市政府门前进行抗议呢？你们是谁的孩子？这又是谁的爸爸？你们良心不疼吗？今天死了多少人？是因为乌鲁木齐的老百姓也忍无可忍了，再加上乌鲁木齐的火灾，那火灾中间那个求生的母亲在最后时刻向公众呼喊救救我吧，用那种不太熟练的汉语在喊的那些话，最终触动了这些人，他们豁出去了。因为他们不走出去的时候啊，他们不走出去的话，他们也有可能成为那个火灾中间的受难者，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就是体制内的许多基层官员，他们实际上也忍无可忍了。大家不要认为这体制是铁板一块啊，因为这个动态清零政策的变态程度，他把那个压力传导，最终啊传导到了那种基层政府的基层官员手上。但是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政策，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执行的。但是没有办法执行怎么办呢？来自于上面的压力呢？
我至今还记得乌鲁木齐的老百姓冲到那个市政府广场的过程中，有一个基层的官员在跟老百姓对话。到明天2点半之前给大家给一个答复，解不解封？给大家给一个答复啊！明天2点半，如果不解封，我他妈不当这个官，我把门给大家打开。我给大家解封，好好。你说的啊，我们都拍下来了。我说到做到，明天2点半我站到这儿。啊，可以。不解封，我给大家解封。先回家睡觉，好不好？好，领导再说一下你的职务。我祁道湾片区管委会主任田宇，记我的名字。大家什么时候见过中国基层政府的官员这么跟老百姓讲过话？几乎没有见过，对吧？那大家还记得那疫情期间上海市的基层的那个社区的领导跟那个年轻人之间的哭诉吗？我也就是扔掉了家庭来这里工作，我也需要上面有好的政策来给我，我可以对居民有交代。现实是没有，知道吧？没有。你什么时候见过中国的基层政府的官员跟老百姓如此的同心同德？几乎没有，是因为动态清零的变态政策把他们压到了跟老百姓共同的一个利益群体里面去。这是第二个背景。第三个背景就是实际上在白纸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有来自于政府部门的这些基层官员的默许，甚至说是纵容。为什么？因为对于这些官员来说，他们同样知道这个政策不可维系，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因为中国政府这个系统大家都知道啊，其实是没有另外一个利益表达的渠道的，那都是个人在发挥作用嘛。那么如果他个人获取信息的渠道不通畅的话，基层政府的官员的信息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反映到这个最高决策层的。所以对这些基层政府的官员来说，这些年轻人走到街上，不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其实也代表着他们。你们看吧，是吧？这现在这个社会，你要是再这么搞下去，就乱了套了。那只有这种乱了套了的警讯，才会让这些最高统治者知道，哎呦，事情可能真的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这个政策真的就没有办法继续维系了。所以，其实政府官员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特别激烈的反对这些年轻人的聚集。我在这里给大家讲几个细节。第一，南京传媒学院那个女生，我得到的消息，因为当时我做这一节目的时候，很多南传的学生给我发信息，他说校方实际上并没有为难那个女生。第二，上海当时第一天聚集的时候啊，后来第二天不是抓了一些人吗？然后就有上海的朋友给我发私信，他说王局啊，现在有人抓人了，我们需要你做一期节目，你做完节目之后，我们拿这节目去找有关领导去批示，希望你这个节目可以督促他们把人放了。后来我们就做了一期节目，果不其然，后来他给我们发来了私信，他说谢谢你这期节目真的起到了作用。北京也同样啊，我当时做北京的节目不也讲了吗？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的副部长那天晚上就到了现场。不让去啊！不让去啊！行，那不欠您的，不欠您的啊！是不是还拿不出相关的文件？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往那边走。能限多少？限多少？达不到20条。现场的警察不光是北京的，还是上海的，实际上对这些聚集在一起的青年人啊，还算是保持着比较大的克制。大家听一下啊！大家听一下啊！赢麻了，我们赢麻了！大家听一下啊！咱们表达这种对于这种火灾生死去的这种同胞这种心情，我们非常理解啊！大家在这聚集进行哀悼，我们也表示理解。大家都是成年人，对吗？大家都经历了疫情啊，但是大家不要被其他人带节奏。谁带节奏告诉我？谁带节奏告诉我？谁带节奏告诉我？其他人是谁？13亿人有13亿节奏，你知道吗？听我说完。咱们今天既然你们是来哀悼的啊，咱们不要牵扯到其他的问题，好吗？啊，这是我个人对大家的理解，好吗？我也理解你，我理解你说这个话，我非常能理解。表达这种哀悼的心情的，大家不要掺杂别的声音。那你过去的群体性事件你能比吧？所以啊，综合这些因素，才产生了2年前的白纸运动。
但是现如今啊，就是这些天时地利人和凑在一起的因素啊，我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很难再出现了。我不否认中国的经济现在出了一些问题啊，也包括可能经济下行、百业凋敝。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这种压力传导不会传导到政府的基层官员手上，也就是说，政府的基层官员呢，他很难跟现在百姓进行共情，他们的利益又分化了。就是这个经济下行是你们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所以啊，你现在要想再出来，你觉得政府官员会去纵容你吗？会默许你吗？不会了，他可能会很快的去镇压你。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这种所谓的逻辑分析啊，我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可能也很难再出现白纸运动这样的群众性的政治表达运动了啊。我一直有个想法，就大家在纪念类似于这种政治性的事件过程中间，不要过分乐观，这是第一点，也不要过分强调它本不应该承载的意义。比如说89年，当时89年啊，中共镇压了之后，很多跑到海外的人当时非常乐观，认为中共既然已经把屠刀指向了人民，那么这个政权注定很快就会瓦解。很多当时人都是这么乐观的预期的。但是30多年过去了，中共的政权还依然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还变得更加强大和稳固了。所以啊，我经常跟很多朋友讲，中国这个国家啊，它的社会进步啊，可能是需要的时间是需要足够漫长的，大家不能那么着急。就像白纸运动一样，我也不希望啊，许多人在他身上赋予过分乐观的这种所谓的社会含义。那么紧接着问题就是，那假如说类似于白纸运动这样的运动啊，在未来若干年内都不会再重新出现，那么我们如何评价它？我们如何纪念它？这是一个好问题。我来讲讲我的看法啊。我个人觉得，就算是白纸运动啊，它不能在未来若干年内再复制，但它依然有意义。为什么呢？其实白纸运动啊，跟我们过去的几次政治运动相比呀，它烈度不算强。比如说，它跟89年没法比，89年最后是杀了人的，那所形成的国际影响力，那是举世皆知的，对吧？跟那个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其实也没法比。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我们前2天做了节目，47个人被抓起来，最后45个人被判刑，那还是有很多具象的人物在这里成为了一个象征。但是白纸运动啊，它就是一个群众自发性的运动，它的反抗的烈度非常之低。用我的话说，它就是盛世蝼蚁的反抗。这种反抗甚至都非常卑微。为什么说非常卑微？因为乌鲁木齐的市民从家里走出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诉求只有一个，关在家里就要被烧死了，就要被饿死了。他们只是要追求一个活下去的权利，多卑微呀，并没有其他诉求啊。富士康的那些人聚集在一起，他的诉求也不过是争取一个可以工作的权利，因为不工作自己同样也要饿死了。在当今的世界，还有多少如此在挣扎在生死边缘的这种所谓的政治不合作运动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最开始在一线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烈的政治动机，多么卑微呀，多么微不足道啊！但即便如此，那么其实很多当局对这些人一开始的表现也是不以为然呐。但是我为什么说它依然值得纪念呢？依然值得我们记住呢？主要有这么几个理由啊。第一，其实我在想，白纸运动实际上是提示中共这个统治者，中国的老百姓啊，确实是好统治，你只要给他口饭吃，他只要经济上还能过得去，他就不会站出来进行反抗。几千年来的专制制度培育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就是如此。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你要是把他逼到了那种绝境，他如果自己亲人送到医院都不能去，就死在家里；如果火灾来了，救护车都来不了，就活活烧死在家里；如果他自己的孩子就是因为动态清零的政策不能送到医院，就死在救护车上，他们最终也会反抗。再顺民、再温顺的这个羔羊，实际上也有愤怒的时刻。再看起来再老实的兔子，最终一旦要是反抗起来的时候，也能表现出足够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所以啊，他提醒中共的统治者，你对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控制也好，专制也好，你得有一个程度，你得给他们一丝活路。你如果不给他们活路，早晚有一天他们站起来的时候，他们站出来的时候，那么很可能自己也要跟他们一起同归于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过去啊这几十年啊，中国确实很少有老百姓站出来啊跟中共说不。所以啊，即便是非常卑微的反抗啊，这种反抗也告诉我们这些长期以来已经习惯了面对中共专制啊不敢说不的这样一种现状，并不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啊。从彭仔洲到南京传播学院的那些学生，再到上海聚集的那一起年轻人，他们在街上看起来都是普通人，但是一夜之间他们就站在了历史的潮头。面对这样的警察，他们就是勇敢的说不。所以啊，中国人的骨子里的不是没有反抗的这种基因和能力，只是还没到适当的时机。那么这种所谓的反抗的精神，就特别值得我们呢去赞颂。尽管这种反抗啊，在离很多人的期待还非常非常的遥远，但即便是这样的反抗，也值得我们去赞颂。这是第二点。Why are you here? Yeah, it's our duty. Yeah. Yeah, it's our duty. Yeah, it's our duty. I'm from China. 第三个方面，我一直觉得啊，白纸运动啊，就是用一张 A4 的白纸手举在身上，然后这上面没有一个字，这个创意啊，真的是了不起，诺贝尔级的。你别看这是一个年轻学生想出来的，为什么？你想想，这白纸上什么都没有写，但好像要写满了字，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实际上我们内心里头翻江倒海。这种创意啊，在许许多多的国家，专制啊和民主啊跟民意斗争的潮流过程中间啊，都有许多国家都有非常有创意的那样一种反对运动的形式。在中国，白纸运动真的是已经起到了这个作用。你不是不让我们说话吗？那我们就不说。你不是让我们沉默吗？那我们就沉默。但是我告诉你，我要把我们不能说话、不能发言、不能写下来的这种情况，来把它周知世界，让每个人都知道。当沉默被以沉默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沉默。当我们内心的东西以白纸的形式呈现出来，白纸也就不再是白纸，它是控诉，它是纪念，它也是一种反抗。更有意思的是，如果统治者啊连让人举起一张白纸的这样的一种权利都没有的时候啊，它也变成了白纸运动一个最好的注解。这不就是世界上最有这个专制能力的一个政府吗？连一张白纸你都怕，连一张白纸你都不让我们举，多么棒的一个创意啊！就凭这个创意，我都觉得他们值得被赞扬，值得被纪念。最后一点呢，其实啊，在我看来也是白纸运动啊它的一个象征意义。因为白纸运动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它其实啊就是做一个有记忆力的沉默者。白纸嘛，什么都没有，对不对？这不就是沉默吗？但是白纸的背后呢，我们都记着呢。这不就是阎连科所讲的吗？让我们在这场运动过程中，每个人都成为有记忆力的沉默者。我们就是不遗忘。你不是希望我们遗忘吗？你过去我们之所以是顺民，是因为你想让我们遗忘的时候我们就遗忘，让我们记住什么我们就记住什么。但实际上我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们不这么做。当我们不这么做的时候，专制主义者他就会发抖。为什么？因为专制啊，现在的专制制度啊，它靠的不是飞机大炮，因为我们飞机大炮我们也抵抗不住啊。但最终能够扭转改变这个
这个制度的一定是人心。那么人心靠什么来维系？人心靠的就是我们拒绝人遗忘来维系。因为过去的3年啊，那疫情3年给我们每个人中国人造成的苦难罄竹难书，我们就是不遗忘。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做一个这个有记忆力的沉默者。我们要把我们的记忆力啊变成历史，让它努力的传播开。早晚有一天，这种记忆力会汇聚在一起，成为江河，成为滔江倒海的力量。所以啊，今天的节目最后啊，我也希望啊，各位能够把过去疫情3年啊自己经历的种种苦难，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再一次把它表达出来，让它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好了，关于白纸运动的纪念的过程啊，纪念的观点，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等一会儿我们在直播过程中间，再次相见。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为啥要说它是白纸啊？白纸能有什么攻击力啊？对呀，为啥要说它白纸啊？要选票，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奴才要公民，不要奴才要公民。进取的而非锁国的，进取的而非锁国的。世界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退隐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Why are you here? It's our duty. Yeah. Yeah, it's our duty. Yeah, it's our duty. I'm from China.